咱们今天讲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吧。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个哥们说的，关于他们村的故事，其实这么说也不对。为什么不对呢？看完你就知道了。在解放以前，很多村子是极小的，尤其是山区，可能这个村子就10几户人家。我哥们的村子当年就是这样，虽说在山区，可是村南一片平地，非常好，极其肥沃，而且相对来说很是广大，足可以养活几十家人。村子与田地之间隔了一条山溪，有20来米宽，水质极好。而从这里出山，又要经过一段非常陡峭狭窄、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险路。溪水也顺着这条险路流出去，汇入山外的大河，所以这个地方完全称得起是世外桃源。故事发生在清末乱世，就更显出这块地方的可贵。这一年夏天发了一次小山洪，这种规模的山洪司空见惯，对村民们完全不造成影响。山水骤至，岂能长久？几个小时也就退了下去。村民们呢，正好也吃过午饭，于是准备下地干活了。下地必然要经过河，刚才说了，河大概20来米宽，最窄的地方有10余米。村人们在那搭了一座桥，过河都得从桥上走。大家还没走到桥边，就见河中反射出一片片光，仔细看是一条条鱼脊背露出水，鳞片上反射的光芒。住在水边，他们自然是吃鱼的，而且从没在这条河里见过这么多鱼，大家也不下地了，赶紧回家拿家伙捉鱼。不到半小时，家家捉了10来斤鱼回去，河中也恢复正常了。晚上家家炖鱼，人人兴高采烈，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，也没见过这么好捉的鱼。那会没有卫生回收系统，鱼骨垃圾能给家中动物吃的就给他们，不能就倒在外面。昨天吃鱼的时候很正常，可是垃圾倒出来，傍晚村民们收工回家，却见家家门口的垃圾中都出现一副妇人的牙齿，完完整整，白白亮亮，从牙齿所在的地方分析，居然是长在鱼嘴里的。大家很诧异，赶紧回去看没吃完的鱼，没吃的鱼自然是养在家中的水缸里。大家仔细检查过后，每一条都很正常。当时蛋白质来源匮乏，既然如此，人们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。可是晚上在吃鱼的时候，当然谁都会很小心地看，万幸碗里的鱼没有牙，很多人放心了，吃饱睡觉。刚躺下不久，全村的人都被闹醒，是一个村民，此人叫柱子。他疯了一样的去各家敲，大喊长牙了。大家都被柱子闹醒了，按他所说去往水缸中一看，每家至少有一条鱼长了牙齿。现在就连最硬气的人也服软了，仗着人多壮胆，把鱼凑到一处，挨至天明，恭恭敬敬地送回到河里去，并且打工作揖，请龙王鱼神不要怪罪。送了回去10余天没有发生什么，大家慢慢也就定下心来。这天，村民们正在吃午饭，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大家急忙放下饭碗跑出来，一家的孩子10来岁的小男孩在河里淹死了。所有的村民都说不出话来，静静地盯着那个孩子。半晌，有人说了一句：“某某呀。”淘气，说了几回别下河洗澡，他就是不听呀。河里淹死会水的人，如果是平时人家孩子刚死，你这样说话，别说孩子家长，就是其他人也会指责的。但是今天他这句话一出口，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，连连附和：“对对对对对对对，
也就是这一句话说出来，人群才有了活动，帮着家长把孩子抬了回去。所有人心中都找到了一个安慰，不是闹妖闹鬼的，是这孩子淘气，自己偶然淹死的。第二天没事，第三天又淹死了一个孩子，以后每隔一天都会淹死一个男孩，15岁以下的。淹死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村中的长老还勉强能镇住众人。到了第三个，村中就人心惶惶了。到了第5个，所有村民都坐不住了，长老也只得把男人们聚集起来，商议怎么办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就要问了，怎么还有长老呢？前面就说过，这个村子很小，又是在这种世外桃源的地方，千百年来便居住于此的。实际上这个村子里只有3个姓，当年这3姓的祖先逃难至此，经过几代人繁衍生息，才有了这个小村子。所谓长老，不过是3族之中的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罢了。商量下来，意见分作2派，大部分人认为我们就是种地的，斗不过对方，无论是神仙也好，妖怪也好，所以我们还是先避一避吧。另一部分人不同意，认为庄稼都没收，逃出去难道饿死吗？这时候就需要长老们一锤定音。老人们商议了一下，对众人说，咱们自从祖上到这，历经过多少风险，哪一次还不是都闯过去了？不走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看看是什么怪物。好吧，不走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家家都把自己的男孩看得很紧。可是看不住，几天之内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每隔一天就有一个男孩被淹死，甚至父母抱着他也会挣脱开。不到10岁的孩子，力气大的大人都拉不住，只跑到河边跳下去。这下长老们精神也崩溃了，逃吧，打点好细软。大家成群结队，一起向山外跑去。他们虽说是农民，可是毕竟不能完全自给自足。比如盐总是要出去买的，所以这条路大家也很熟。眼看险路走完，马上就要上到县城的大道，人人都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。就在此时，眼前一花，众人全愣住了。等醒过味儿来，个个大哭起来，眼看马上就要走上大路了。可是眼前一花，众人发现居然又回到了村子口。若说缩地之术，当然只有神仙才会，他们遇到的估计是鬼打墙。无论是什么吧，总之让他们极为崩溃。以后他们又试了几次，没有用，都是眼看要走出去了，却又眼前一花，发现回到了村口。在这段时间内，依旧是每隔一天就有一个孩子被淹死。即便大人们时时刻刻盯着也没用，他们试图从山崖其他地方翻过去，可是太险峻了，几个去探路的人一死几重伤，剩下的人再也不敢尝试了。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出在河里，但是人不能不喝水，每天还要集合壮劳力去挑水。为什么集合壮劳力呢？就是怕河中忽然跳出个吃人的妖怪。当然，这事没有发生，不但没发生，而且河水依旧清澈如故。这一天，村里前所未有的愁云惨淡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村中所有15岁以下的男孩都死光了，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。有的人说妖怪要杀别人了，有人说男孩子死光了，他就会停手吧。看看这2种意见，我们就能知道他们完全死了心，跑不出去，也不敢反抗了。没有停手。隔了一天，村中一个8岁的女孩忽然挣开妈妈的怀抱，只跑到河边，停都没停，便跳了下去。村中人都傻了，怎么女孩子
也要杀呢？就在这时，一位长老已经90多岁了，忽然大叫一声，晕倒在地，口中吐出白沫。众人急忙去救，虽然醒过来，可是痴痴呆呆的，大家也没心思管他。几十天后，女孩子也死光了。孩子们都死了，总该收手了吧？没有。隔了一天，一个青年跳到河中淹死了。这一下，大家都崩溃了。小的淹死了，老的痴呆了，现在年轻壮年也不放过。既然问题出在河里，那么逃不开就去看看吧。河虽然不宽，然而很深，凭着10几家的人力无法截断水流。他们只是不甘心，死也要死个明白。话是这样说，毕竟不敢单人去。于是所有活下来的人结队到了河边。河边的青草还是那么青，河里的水还是那么透亮。夏日午后，那股懒洋洋的气息还是那么吸引人，头上的太阳还是那么热烈。可是站在河边，所有人都冒着冷汗。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可是人人都觉得，以后这冰凉的河水就是永远埋葬自己的无尽的深渊。看了半晌，没一个人看出有什么不对。大家不约而同垂头丧气地往回走。走不出几步，忽听河水中传来了人的笑声，忽男忽女，忽老忽幼，甚至有婴儿的笑声。大家回头看，只见有一条大鱼，足有1米多长，正露出头望着他们笑。所有人都吓傻了，站着一动也不敢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猛地一人大叫一声“鬼鱼”，转身狂奔而去。鬼鱼就是青鱼，至于为什么叫鬼鱼，我听说是因为一旦遇到大灾，江河浮尸而下，多有青鱼伴随在身边，所以才叫鬼鱼。大家想想，这种气氛，这种心境，谁能不心惊肉跳呢？人是社会动物，很多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出某种行为，我们称之为合群或者盲目。人人都跟着他狂奔而去，人人都只有一个念头，离河越远越好。这一跑可就跑掉了最后的希望。什么事都讲究个气势，气势败了，再强大也没用。这次跑回去，他们几乎绝望，依旧是每隔1天淹死一个人。小女孩死完了，就开始是村中的青壮年男人们，然后是女子。等到只剩下一些女人和老头的时候，才有人想起来，既然知道是青鱼作怪，为什么当时不和他拼一拼呢？现在只剩下老人和女人，连拼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一天晚上，那个瘫了的长老忽然精神起来。自从瘫了，他就不再说话。今天可是神采奕奕，看样子有很多话要讲。他讲的是祖上的事情。我们3家祖上本是傅大人的包衣，那年傅大人被参出京，他们也都随行上路。这一次傅大人得罪了朝中的权奸，看样子不但起复无望，而且还有性命之忧。他们3个人已商议好了，偷了不少金银逃了出来。谁知道傅大人虽然去职，朋友却是不少，当然都是官员。傅大人致意报案，各地搜捕很急，他们没了办法，东躲西藏，最后无意中发现此地是个避世桃源，才在此安居下来。几年以后，事情缓下来，他们惊弓之鸟去山外娶了媳妇，准备老死在这里。谁知10余年后，连着降下天灾，我们的祖上走投无路。开始还觉得这里总比外面好一点，即使忍不下去想走，又发生了疫病。3家人家大人还算能苟延残喘，孩子却病死了好几个。唯一能远行的一个男人挣扎着去县里要饭，
路上遇到了傅大人，他居然在几年前起复了。这次是带着家眷告老还乡，人老了心也就软了。再看我们祖上那个惨样，他也就不忍心追究，反而带他去吃饭看病。祖上说老婆孩子还在山里，一样病得要死。傅大人信佛，哪里不是做好事？于是买了米、药品进山来看，不料到了这里就不想走了，说这是世外桃源。他这一行除了4个奴才，就是自己的家人，大太太、二太太，一位小姐10几岁，还有个小少爷，才4岁。人数既不多，他又有钱，很容易帮他安下家来。住了1、2个月，他的2个奴才晚上找到我们的祖先当年也都是认识的朋友，说话毫不避忌。他们是要来谈一件大事，他们中的一个和二太太有染。傅大人以前在外面忙不知道，这一闲下貌似发现了什么。另一个呢，看上小姐了，于是他们来谈杀了其余2个奴才以及傅大人家的男人。钱平分商议了一夜，我们祖上同意了。当时除了3个老祖，还有2家的儿子也15、16了，也能帮手。傅大人没有防备，他们在第2天夜里很容易得手了，把他和他儿子以及那2个奴才的尸体都扔在河里。那2个奴才很高兴，说好了就在傅大人家成亲，然后明日就走。晚上喝喜酒的时候，我们祖上一起动手，把他们也杀了，钱财女人也就分了。半年多以后，傅大人的妻子和女儿找个机会投河自尽了。今天看来是他们来报仇了。至于为什么等了几10年，谁也不知道。为什么会变作鬼鱼，谁也不知道。最后怎么样呢？所有人都死了，唯有一个人在写这句话，在小学会被扣分的病句。我的意思是，3家人的后代都死了。这村中唯有一个女人是某家人领来做闺女的，不是3家人的血脉，她最终活了下来。有人说这不对呀，村中各家的媳妇也不是3家人的后代呀。的确，可能鬼认为出嫁从夫，媳妇也是这家人吧。这个没死的女人后来成了我哥们的太舅奶奶。接下来再讲一个关于纸人的故事吧。我的故乡在豫东平原上，处在河南、安徽、山东3省交界处。家在这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这个地方的丧葬风俗就是在亲人离世、出殡的时候，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，那就是扎纸马。扎纸马有的地方也叫纸扎、扎纸活等，是中原地区用于殡葬活动的纸质器物的全称。一般多用于出殡行列中，就是以为人死后进入冥国，到入葬将纸质器物在坟前用火焚化，给死者带到阴间享用。人们用竹篾、芦苇、高粱杆扎成各种人、马、器皿的骨架，然后糊以色纸，是以剪纸为纹，绘以颜色，有单色的、衬色的，结合涂绘的。过去是纸人、纸马、纸屋、纸箱一类，眼下则出现了纸冰箱、纸彩电、纸轿车等等。作为一种传统风俗事项，它的演变轨迹倒是窥探世态人情的一个视角。我说的这个或许不能称之为故事的故事，就是关于扎纸马的，是本人亲身经历的。事情发生在88年，那年我11岁，上小学4年级，学校已放了寒假。那时的小学生可不像现在的小学生一样辛苦，作业很少，草草了事后就可以与小伙伴一起尽情地去玩了。说是尽情玩，但常玩的娱乐节目也不多。男孩子不外乎打弹弓、玩3角纸牌，女孩子则是踢毽子、丢沙包等。
小伙伴们的保留节目晚上就是捉迷藏了。当然，我们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村里有婚丧嫁娶的事了。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后面看热闹。临近旧历年底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对全村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，村里通上电了。村里终于告别了煤油灯的时代，进入了崭新电灯时代。少数好一点的家庭，过不了几天就买来了一个电视机，黑白的，14寸的。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讲，无异于发现了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。通上电，打开一个按钮，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，几十口人围着一个电视看，嘴里啧啧称奇，年老一点的更是惊奇的直骂狗日的。我的死党铁蛋的大姐家就买了一台，虽然距我们家远了点，但一到晚上，铁蛋与我还是会跑到他们家去看。我与铁蛋的家都在村西头，铁蛋大姐家在村东头，隔着约20分钟的步行距离。铁蛋的大姐家是扎纸马的，属于祖传手艺活，相邻几个村只此一家，所以家庭条件很不错。每次去他们家看电视，都是半屋子的人。半屋子的扎好的纸马，一般都是纸家具，纸的童男童女、花圈、招魂幡，还有纸扎的房子。因为太大，一般都是放在院子里。主人家全家都会扎纸马，一般都是边看电视边干活。铁蛋姐姐的公公是个挺严肃的人，他好像不爱看电视，只知低头一丝不苟地干活。在我们第一天去看电视的时候，他就严肃地告诫过我们，该看电视就看电视，在这里不可乱说话，不可对纸人妄加评论。我与铁蛋都很怕那些纸做的东西，如果没有电视的吸引，是绝不肯与那些纸东西多待一会儿的。电视只可晚上看，白天是不开的。那段时间正播放绝代双骄，我与铁蛋都迷在上面了。白天就盼着天快点黑。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下午，我与铁蛋在我家门口放鞭炮玩。天空阴沉沉的，前几天刚下过的大雪还没有开始融化，都被冻成了一层冰结在地上，使得地面溜滑。天空中现在又零星地飘起了雪花。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，村子里的鞭炮声已是此起彼伏了。天气很冷，我与铁蛋都被冻得鼻涕直流，双手要时不时放在棉袄里面温暖一下。忽然我们看到村里的食品站那里聚集了很多人，不知围着在看什么。食品站是以前生产队时用于生猪屠宰的地方，生产队解散之后，食品站就不再用了，很快变得破败不堪。偶尔会有外乡的乞丐在那里歇脚，避一避风雨。我与铁蛋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向食品站跑去。到那里一看，村里的领导都已在那里，正低声商量着什么。食品站门口站了几个大人，不让人进入。旁边几个本村的妇女也聚在一起，低声说着，像是先来的妇女正向后来的妇女介绍情况，说的人满脸惊恐，听的人更是张大了嘴巴。隐约听到一个妇女说：“哎呦娘哎，烧的都不成人样了，半拉个脸都没有了，吓死个人。”我与铁蛋就有意识地靠拢了过去，听了一会儿也就明白个差不多了。原来是村里的老光棍老李头被烧死在食品站了。前几天下大雪，老李头的那栋茅草屋终于不堪重负，被大雪压塌了，不得不临时迁到了村里早已废弃的食品站暂住。村里的领导说等天晴就帮他盖一个新屋。想是这几天太冷，晚上生火取暖时引燃了木床，被烧死在这里。
不过令人想不通的是，他为什么没有及时跑出来呢？食品站没有门，为了挡风，只是在门口挂了一张破被子。说起老李头，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。从我记事起，他就一个人住在那栋茅草屋里，有50多岁吧。终日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，背着一个柳条筐拾粪。都知道他脑袋有些不好使，现在想来，他其实是一个很忠厚的老实人。只不过在那时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小孩眼里，他的行为有些怪诞。他一只眼睛坏了，可能这也是他最终没能娶上老婆的最大原因。少年的我们一方面怕他，另一方面我们又爱抱着一种探险的心理去惹他。各位生活在农村的朋友，想必很多村庄都存在这样的一个人物，人们总拿他寻开心，大人取笑他，小孩子捉弄他，他们只是孤独地活着，好像就为了给人们的生活添些乐趣。长大后想起这些事，我总是抱着一种忏悔的心去回忆。他的家就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地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，往他家的门上扔石头，引得他来追我们，成了我们平淡的生活中比较刺激的一件事情。老李头给我们带来的另一大乐趣，是去他种的地里寻宝。他种了很多果树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农村大集市，而老李头是负责打扫集市的。村里虽不发钱给他，但允许他向来集市卖东西的商贩每个摊位收取5分到1角钱的管理费用，但实际能收到的却是非常少的。态度蛮横的不给，善装可怜的也不用给，只有一些可怜他的小商贩才会给一些。集市散了后，就总是见到他一个人把果核、烂菜、叶子等垃圾扫成堆，一股脑拉到自家田里当肥料堆在那里。春天的时候，他家的地里总是会长出很多果树苗苗。现在他死了，在我们幼小的心里，或许有些落寞或失落，难过与伤心是谈不上的。好像在场每个人都是如此。远远看到村支书带着一些人抬来了一个白茶棺材，放在了食品站门口，然后指挥几个人用沥青涂上去防腐。食品站里面好像也在忙碌着给死者净身换衣服。我们都站在外面，看不到里面。过了一会儿，就看到几个人在村支书的指挥吆喝下，扯着一床被子慢慢走出食品站。被子中间还有一个人被裹成一个人形，那就是他吗？怎么变那么小呢？我心里想着。食品站有几个台阶，大人们抬人下来时，因为不平衡，中间的被子忽然下滑了一下，刚好露出了一张脸。只见半个脸是黑色的，已被烧焦，露出半边的牙齿，还有半个脸是黄白泛青。最恐怖的是鼻孔里有很多血，瞬间人群里就炸开了。女人的惊呼，孩子的哭喊，村支书的呵斥，我刹那间被惊得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，一下就挤到了人群外，吓得头皮发紧，手脚冰凉。看铁蛋也是脸色惨白，惊魂未定。夜晚来临了。我与铁蛋想起白天的事，虽还心有余悸，但还是挡不住电视的诱惑，又一起去他姐家看电视。远远地望了一下食品站，一个黑色的棺材就放在食品站门前的地上，几个老人蹲在边上抽着烟守灵。我们害怕，就特地绕开了那里，来到铁蛋大姐家。电视还没有打开，他们一家正赶活扎纸马，说是第2天给老李头用的，是由老李头的几个本家亲戚共同出钱定做的，说是让他到那边好过一点。扎的东西还真不少，有房子，有童男女，有柜子，
还特别的扎了一个古代妇女模样的纸人，上身穿着绿色的大金袄，下身是红裤子红绣鞋，纸做的脸上丹凤眼，樱桃小口，双颊上还有2抹红晕。我看了就觉得很好笑且怪异，随口说了：“这个纸女人好丑啊，给老李头当老婆的吧？”呵，话音未落，铁蛋姐姐的公公随即大声呵斥：“谁家的小孩在这里乱说话？”铁蛋姐姐也边呵斥我俩，边打开了电视，让我们坐在那里老老实实的看。电视上最喜欢的电视剧还没有开始，正放着一些广告。平常就是看这些广告，我都看得津津有味。但今天坐在那里，我总觉得有些异常。这种异常的感觉，好像是从我说的那句话开始的。坐在那里，总觉得有谁在用一种阴冷的眼光偷看我，把我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。我偷偷回头看看，昏暗的灯泡下，铁蛋姐姐一家都在紧张地忙着手里的活。铁蛋与另一个小孩子眼睛盯在电视上，半张着嘴看得正起劲，扎好的纸人纸马静静地放在一边，还有一些半成品扎好了骨架，糊好了纸，只是还没有描色，堆了半屋子。顺便说一下，铁蛋姐姐的公公婆婆都是非常信鬼神的，尤其是公公，他笃信他做的纸人纸马一旦完全做好，都成了有灵性的东西。他们家的扎纸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每一个扎纸他都很虔诚地去做。陆续又来了几个看电视的邻居，与主人家打了招呼，就坐下来看电视了。我却越来越害怕，那种很怪的被人盯着后背看的感觉始终不减。我似有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我称之为好丑的纸人，忽然觉得他的眼睛好像在斜视着我，用一种阴冷的、毫无生气的目光。唰一下，我的头皮就像过电一样发紧发麻，瞬间就冷汗一身。我悄悄地朝铁蛋的位置靠了靠，忽然想到是不是自己看花眼了，或是角度的问题。纸做的东西咋能会斜着看人呢？我又挪动了一下位置，距刚才坐的地方已完全是2个方向了。就又回头看了看那个纸女人，这一看我的魂都快被吓飞了，感觉那个女人还是在盯着我看，不再是斜视了，而变成直视了。我吓得都要哭了。最主要的是，没有人发觉我的异常，都还在忙着各自的事情。铁蛋还在傻傻地盯着电视看着。我拉了拉他的衣袖，悄悄让他一起回家。他睁大了眼睛，好像不相信我说的话。以前每次都是我恋恋不舍，他拉我回家。现在电视上正放着绝代双骄，为什么要现在回家？他当然不肯。我一个人是绝不敢回家的，但我实在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。这时恰好有一大人要走，我马上跟着走出去了。铁蛋叫我也不应，只想离那个纸人远远的。出了铁蛋姐姐家的大门，我就不紧不慢地跟着前面那大人走。大概已是晚上9点多了。在农村，尤其是过去没有电视的农村，尤其是冬天的农村，这个时间人们早已进入梦乡，家家关门闭户。晚上很冷，雪化成了冰，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。那个大人就走在我的前面，我心里好了很多，不再那么害怕了。我看他朝食品站走，我就跟着他走，也不怕了。没想到的是，他到了食品站门口，点着了一支烟，随即与守着老李头棺材的几个老人说起话来，不再走了。那个地方我也是不敢多待一会的，没办法，咬着牙撒起脚丫子往前跑。
只想快点跑到家。食品站离我家还有约10分钟的脚程。我跑着跑着，也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，就觉得后面有谁跟着我，隐约还能听到风吹纸张的声音，呼啦呼啦的。我憋足了劲，猛地停下来回头看看，没有人。人总是这样，越害怕越想看看。几乎在这同时，我忽然听到了一阵嘎嘎的笑声，就像是老妇女边咳边笑的声音。我吓得魂都没了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那时候我脸上的表情一定也能吓坏人。想哭不敢哭，满面惊恐，估计吓得都扭曲了。不知道跌倒了多少次，也没有感觉到疼痛。在离家还有几十米远的时候，就大叫着让母亲开门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我那个叫声有多凄厉，反正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到家的。全身像水洗一样，棉袄都被汗水浸透了。接下来的这些描述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。平常我家的狗见我回家，都摇着尾巴迎接我。可这次我跑到家时，狗狗却只是趴在地上呜呜地叫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得不敢动。夜里我发高烧说胡话，感觉一张开眼睛就看到纸人站在床边冷冷地看着我。第二天打了点滴，母亲还请同村一个神婆给叫了魂儿，说是我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被吓掉魂了。虽然这件事过去了那么多年，但我一直搞不明白那个冬天的晚上，我是确实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还是只是疑心生暗鬼？站在我床边盯着我看的纸人，是我梦中的情景，还是确实发生过的？谁知道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